下面请看动作的完整的正面演练。起势动作，两脚并不站立，提顶竖向，含胸拔背，敛臀立腰，在重心在两腿的中间。这时候我们要把重心过渡到右支撑腿，把左腿徐徐提起。那我们在提起过程中呢，要求由脚跟到脚前掌逐渐依次提起，左脚向左横开一步，两脚的外沿与自己肩同宽，肩松肘坠，两臂内旋，背往后倚靠，两手慢慢上提，举至与肩同高同宽的位置，停下。然后屈腿下蹲的同时，沉肩坠肘，两手松按，按到腹前的位置，肚脐下3分。从侧面看，两脚并不站立，虚灵顶进，重心移至右腿，左脚向左横开一步，肩肘松垂，两臂内旋，起到与肩同高同宽的位置，背往后倚靠。这时候注意不要挺胸塌腰，往后倚靠以后，肩松肘坠，同时屈腿下蹲，两手沉按到腹前。下面我们进行分动的教学，大家看一下起势的动作。1，重心慢慢移至右腿，左脚由脚跟提起，逐渐到脚前掌，向左横开一步，也是脚前掌先落，然后逐渐到脚跟。这时候两臂慢慢内旋，向上提起，旋臂提起，背往后倚靠。提起的这个位置注意啊，与肩同高同宽。这时候往下去蹲，两手沉按，按到腹前的这个位置，眼睛看前方。好。起势动作一犯错误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重心右移的时候，容易出现向右倾斜，重心太过向右倾斜，形成有点向右要倒一样的感觉。走，1开步，就是重心移动过大，重心移动过大，向左开步。2开步的时候呢，过大宽于自己肩膀，这个时候两个脚太宽于自己肩膀。还有呢，就是在起势的时候，这个脚呢不是由脚跟到脚尖，而是直接向左横开拿步，它不是提。应该是由脚跟到脚尖逐渐提起，向左横开。然后起手的时候，注意这两臂不是旋臂起手，而是直接向上提了起来。走起，你看这直接好像向上提了起来一样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的要求是两臂内旋，内旋的同时手上要有向上膨进，背呢要有往后倚靠，腰部这儿稍微要有沉着一点，背往后倚靠，两手要有一个上膨的意识。走，把我的手往上，对，往上，这手上要有这个向上膨的这个意识，然后到达自己的这个手臂的上端来。那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呢，这个肩肘一定松沉。还有呢，我们在走到这儿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有人过高，有的人手臂过低都不行，一定要是与肩同高同宽的位置。过窄动作也不行，过宽也不行，所以呢，两臂一定是与肩同高同宽。那么沉肩坠肘，两手腕向下松沉，好像按水里的木头，真的往下按，屈腿下蹲，往下沉按，对，手上要有往下沉按的意识，而不是轻飘飘的什么都没有，你看轻飘飘就落下来了，不是的，一定要有往下沉按的意识，好像按水里的木头，把它按进水里面，这种感觉按下来。好，那我们再从这个侧面看一下来。好，
这两臂向上捧起的时候，从侧面看就能看出来，比如过高的时候就高于自己的肩膀了。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把它松沉一点，与肩膀同高。好，往下松沉的时候，注意肘关节一定是弯曲的，自然弯曲。肘关节我们有的同学就过直，这个手臂过直僵硬。这个时候，然后还有呢，我们出现什么？下蹲的时候挺髋，把髋关节这儿挺髋，跪膝，膝盖向前跪，这样长期练习下去，膝盖肯定会疼，会不舒服。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求沉髋，把髋关节收回来，看沉髋，把这力量集中在我们大腿上。那么集中在大腿上，我们是锻炼这大腿的这个腿部力量，提高腿部力量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定要沉髋。沉髋同时，有的同学又说了，那老师我沉髋以后我会形成凸臀，来把。凸臀，这时候是塌腰凸臀，这时候这是错误动作。我们在沉髋的基础上还要敛臀立腰，对，把臀部你看内敛，两侧往里收一点点，敛臀是尾闾，那往下松垂，尾闾是中正的。这个时候背要微微的往后倚靠一点，形成一个含胸拔背。那有的同学在做的时候出现着挺胸塌腰。这个腰部你看从侧面看它都挖进去的啊，这个后背也是僵直的。后背我们要求含胸拔背，背往后倚靠，好像撑开一样啊，拔背撑开成一个半圆形的，接近一点点啊，不是说很圆啊，就它有一个圆撑的意识到后背，然后腰这儿呢有一个立腰，这臀呢要往里内敛，胯跟呢要微微的往下松沉，两膝呢微微外撑，形成一个圆裆。力呢集中在我们大腿的这个地方，而不是集中在膝盖。胯跟呢不要这个挺宽就可以了啊。两肩放松，脖子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，有的同学这脖子这儿他呀太放松了，来放松一点，太放松了。你看这个头顶呢就没有上提的这个意思，我们要求头顶百会穴上提，脖颈这儿竖起来。对，头顶这个百会与这个尾闾呢上下在一条自然的一条直线，而不是上下在一条向前微微倾斜的一条斜线，而是敛臀立腰形成一条直线。那么从侧面看，它都是很松沉的，手指呢不要上翘，指尖呢微微的往下松沉一点，不要上翘，掌心呢好像往下有沉按的意思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我们起势，眼睛平视前方。起势动作呢，看着简单哈，我们就是两手臂一抬一落，但是我们这个动作呢，它是有攻防的。假设对方抓住我的手了，那他抓的时候很用力，来用力抓，他用力抓的，如果我没有对方这个力气大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不能撤的时候，我撤不回来，那我就不撤了，我针对着他的力的方向，他胳膊的力的方向来使劲，你看针对他的胳膊这个力的方向。把它送出去，一定要针对他的力的这个方向，你不要这么去做，没有用，一定要针对他。你看沉肩坠肘后腿，这个一定为什么要求你节节贯穿呢？就后腿这个意识力通过你腰的传导，比如通过你踝关节、膝关节、髋关节、腰背，最后达到肩肘手，最后达到你要使这个点。那比如我要到自己手臂的前上端，那我这意识一定要到达手臂的前上端去，这样去碰触对方。当我碰触对方的时候，他一看他要有一个什么呀，再往下松沉，他往下松沉，这个我借他的力，我再往下，我走的时候借他来，你使劲，我这么去弄，你肯定要使劲，我再借他力，对，再把他引回来。那么这个时候是接力打力了啊。那我要不仅是完全是我的力再加上他的力合在一起，再往下一个松沉。好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手臂的往前膨成的这个力，一定要到达自己手臂的前端去，然后往下松沉。为什么让你沉肩坠肘，最后达到自己手腕这个地方，一定是什么呀？根中梢，根节、中节、梢节依次往下松沉，这个力才能顺利的达到你想要使的这个点上去。所以大家在做的过程中，不要直臂下拉，这是没有用的，一定要沉肩坠肘，气沉丹田，最后倒拉下来。
起势动作呢，我们大家注意，一定要重心一定要平稳。开步的时候啊，一定要不要晃。然后开步呢，一定是提脚跟到脚前掌；落步的时候，一定是脚前掌逐渐到脚跟。起手的高度一定要注意，宽度与肩同宽。两手沉按的时候不要跪膝，髋关节这一定要放松。那么折胯，我们这个练臀、立腰、提顶、竖向这些都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。咱们在做这个起势动作的时候，注意松沉，两个手臂也是，千万不要僵直，一定要往下沉按，有这意识。一定要是用意不用力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起势动作就讲到这里。